上下四方为宇，不可思议为周。大道希阴，天地无缺。尊上，青雀遵您之令，荡平4大禁区，轮回之路已开。这是龙纹剑，此剑便赠予你吧。即日起，本辈重踏轮回路。多谢尊上赐宝，有了这件地钉，青雀也能追赶尊上那些弟子了。弟子？是啊，100万年前，您恰好站在一株柳树边，临时兴起，吟词一句，那柳树便借此感悟大道，成就柳神之名。虽世间无敌，却只能独占岁月长河之上。还有荒天帝大人，50万年前被人挖去至尊骨，但您一句话便让其重回巅峰路。重同本是无敌路，何须再与至尊骨？此后仅仅10年，荒天帝便八荒五岳，但最为惊艳的还是10万年前的白衣女帝叶青仙结晶。不为惩戒，只为在红尘中等你归来。太久了，确实忘了。青雀，本尊打算重入轮回，补全大道，稳固这9界。这段时日，你可要好生努力，早日飞升。请尊上放心，青雀定会等您回归，不负期望。尊上，100万年了！李七夜，你这个畜生，镇压9界，可知将本座压得有多惨？天道，你想做什么？没想到你这只鸟还能认出本座。做什么？本座布局轮回重开，就是在等李七耶最虚弱之时。今日他必死。尊上护我100万年，这次换我来护他。退婚，昔年南域苏家遭难，险些灭族，是你苏家老祖出面缔结婚约，我们李家倾力相助，才有你们今日。现在说退就退。不退婚，青青，我们一起玩。你也配？青青，你打我！打你就打你，狗就是来挨打的。你，苏青青，你欺人太甚，还废我儿丹田！我那是帮他，修炼意图分为炼气、筑基、金丹、元婴。我如今已是筑基7重天，而这个废物本就配不上我。如今丹田被废，那不是正好，彻彻底底当个傻子。青青如今是剑仙阁内定圣女，身份尊崇，就算杀了你儿子，灭了你李家，你们又能如何？不必解释这么多，今日我来告知他们此事，已经给足了面子。也是，人皇界中强者为尊，你的眼神让我很不喜欢。再有下一次，老子会让你变成死人。你们不要太过分了，背信弃义会遭报应的。呵呵，还有更过分的。死老头子，3番4次辱圣女，今日就让你跪下给圣女磕头，否则我灭你全族！你敢？我不仅敢，我还要你亲眼看着你的废物儿子磕头下跪，被千刀万剐！从今日开始，这世上没人再敢欺负你。尊上，青雀无能，您护了我100万年，青雀却连护您1次都做不到。
你只破鸟也配族我？死！进去！没想到此次轮回才过5000年，便是发生这般之事。松开我父亲，否则周家灭族！老子没有听错吧？就你这傻子，要让我周家灭族？说你无知都是抬举，你让周家灭族，你知道周家是什么身份吗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来来来，别说灭周家，有种先把老子灭了再说。好啊，周星辰，我看你是在找死！什么时候李家是你这种宵小之辈能放肆的地方了？李依依，她不是去秘境历练，怎么回来了？你只是李家养女，又不是真的有血缘。住口！养女又如何？李七夜，他照样是我哥。至于圣女，苏青青，你还没当上圣女呢，就迫不及待来退婚了，你真是一点脸都不要了。我是日后宗内圣女，李七夜不过是一个傻子，根本就配不上我。这婚约今天你们10项就同意解除，但以后我当上圣女，会给你李家补偿。虚伪，婚约乃祖宗所定，私自解除会受族规惩罚。我看你是担心受罚，给你圣女之路留下污点，才故意过来逼迫我李家退婚吧？青青怎么可能是这种人？是李七夜这废物配不上她。没错，既然给脸不要脸，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。3日后剑仙阁封册大比，若李七夜你能胜我，哦不，只要你能在星辰手上过3招，我便认可你不是个废物。重新考虑婚约之时，3招周星辰筑基5层，我哥才练气，你是想让我哥死在擂台？就他这废物有这实力，本尊废你都只需1招，1招废宗门圣女？你吹牛也不打草稿，你当你是谁？宗门大帝老祖吗？老祖，那等层次。别吹了，就凭你还想赢我？好啊，你若是能赢我，我立刻答应与你成婚；若是不能，你必须自请马上退婚。哥，你别胡闹！剑仙阁封册大比，乃南域盛世，圣女当擂主，宗内弟子安修为依次排名首擂，所有人都可以上台挑战。他至少有筑基7层，乃年轻一代绝顶翘楚。别说打圣女，你才练气，一旦上去，在筑基5层周京晨手上都过不去3招。我有把握。至于苏青青，我想你弄错了一件事。若1招赢了你，本尊的条件是休了你。你敢休我？不是你要退婚，如你所愿。我可以退婚，但你却没资格休我。不必再废话，我1招赢你，你同意我休了你。我输了，不但自请人罚退婚，还自废修为，当太监。你当太监？好，我答应了。但李七夜，你可不要后悔，即刻离世。这是结契情愿，天道为证。为什么这誓言无法入眉心？难道李七夜还在天道之上？后悔的人只会是你。哥，你别冲动，要是你出了什么事，我们李家只怕……依依，相信我，这小小筑基随手可破。肯定是看错了，就李七夜这个废物，怎么可能凌驾天道？契约已成，后悔也来不及了。李七夜，3日后我等你请罪。我们走。七爷，你总算不傻了。不过李家你是不能再当，招惹了周家，得罪了苏青青，麻烦大了。你赶紧走，找个没人的地方躲起来，越远越好，再也不要回来了。躲？为什么要躲？这个周星辰欺人太甚了，跟苏青青那个贱人搞在一起也就罢了，此等奇耻大辱，其实躲就能解决的。如今哥哥不傻了，我带他去见仙阁，求九长老收他为徒。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我相信有朝一日，哥一定能击败周星辰。击败周星辰，别说30年了，300年也不行啊！依依，七爷现在连炼气1重天都不到，
而且从来未接触过修炼呢。修炼，手到擒来罢了。我决心已定，3日后大比，去定了。哥，你别胡闹，先跟我去见九长老。你们放心好了，我为先帝，自当镇压世间一切敌。3日后，一切自会见分晓。青青，这赌约妙极，3日后那李七夜定然不敢出现，到时候婚约解除，你也恢复自由之身。这傻子的确是个满口空话、一事无成的废物。我若真嫁给他，才是终生后悔。只可惜，婚约是祖上所定，如今又是我当圣女的关键时刻，不宜多生枝节。青青不必放在心上，难道你还觉得李七夜能一招胜你不成？你天赋都在我之上，我拼尽劲法都无法胜你，更别是李七夜一个练气的渣子。他自然不会是我的对手，就怕他不敢来。青青，你别担心，大不了到时候我直接安排人把李七夜捉拿过来，然后在大庭广众之下让他身败名裂，让所有人知道他配不上。先帝，哥，你不会没有好吧？剑仙阁乃是白衣女帝所创，那边有女帝雕像，有驱邪明志之效。我这次回来就是打算带你过去。白衣女帝，尊上，弟子可否创立剑仙阁，以人为本，欲让世间修道，再无难度。可，剑仙阁创立之初，乃是以人为本，却未曾想到，有些人修道是在修道，可却忘了自己是个人。稍微有些感慨罢了。爹，我刚恢复，遇到这么多事，需要缓缓，我先回去休息一下。哥，你放心好了，不管再难的事情，我都会帮你扛着。依依，你哥也是要面子的，不要再多说了。他现在不傻，知道招惹了周家会有什么样的麻烦，等他冷静一会儿后，你再带他走。天道，下手可真黑呀！不仅你修为尽毁，本尊也稍受波折。若不是担心灭了他，9界18域会直接坍塌，本尊早就动手了。5000年前，你随我入轮回，我成了这李家傻子少主，而你半生成为野外青雀，也是命数使然。放心吧，我定会让你重回巅峰。至于天道，本尊已经找到灭他之法。七爷，大事不好了！七爷，大事不好了！周星辰那畜生直接把剑仙阁大比擂台弄了一出在我们李家大院中，点名要杀你，还派人过来抓你来了。快，我现在就带你走。走？既然他都送上门来找死，我哪有走的道理？七爷，你胡说什么？周星辰这狗东西摆明冲着你来的，现在不走，等会想走都走不掉。周星辰，什么垃圾，我从未放在眼里。儿子，你别犟了，周星辰是出了名的恶毒，更别提你真要现身，还要跟苏青青对打。那苏青青可是筑基7重的圣女，这才3天时间，就算你是旷世奇才，想要突破炼气3重都不可能啊！绝对不会是苏青青，不，甚至绝不是周星辰的对手。不必多说，依依呢？为了给你离开争取时间，依依去挡周星辰他们了。2个废物，都是筑基4重天，连我一招都接不住，还想挑战青青圣女？滚回去闭关3年！是，他就是周星辰，好强啊！有他手累，根本没办法突破他挑战圣女啊！就你还想打圣女？内门弟子周星辰亲自为其手累，苏青青才是真正的就筑基7重，潜力无限。看时辰也差不多到了，那李七夜人呢？看来已经跑了，那废物根本不敢出现，来不来，结局都一样。看来可以公布结果了。慢着，看来可以公布结果了。慢着，李七夜还躲在女人身后吗？果然没看错他，的确是一个废物。怎么，李七夜这废物不敢来，派你过来跟他送死？对付你这种货色，不需要我哥动手，要打就来。还是说你怕输给我？找死！
李依依，你退下吧，你实力不敌我。必须为哥争取离开的时间，希望父亲能够信里之气。要是哥真对上他，岂不是？依依疯了！我要让你知道，什么叫做真正的实力！废子！李七夜躲在女人身后潜逃，我哥不会逃。今日我就杀了你，逼李七夜出来！今日我就杀了你，逼李七夜出来！哥，你一定要走啊！再也别回来了。李七夜，你这个废物，再不出来的话，本圣女就杀了这个贱人。哥哥，对不起。对不起。啊！一掷定乾坤，他怎么做到的？不守妇道，胡作非为。苏青青，想好怎么死了吗？这傻子脑子真的有问题，他竟然在挑衅圣女，李家彻底完蛋了，大帝来了都没救。李家出了这么个玩意儿，估计老祖宗都得从坟头里面爬出来吐血吧。七夜，你疯了！哥，你快下来！不可能，刚才一定是错觉，可能是暗中还有别的高手。一个失败者，也敢企图干预剑仙阁大比？李依依，你这是在藐视阁中规矩！三长老，以大欺小有点不妥吧？而且我儿还是炼气阶段，你就真的要看着周星辰这混战滥杀无辜？无辜？这擂台是他自己踏上去的。哥，我已经通知了九长老，你一定要坚持住。父亲，依依，别担心，你看好了便是。死到临头了，还在装逼？就你这垃圾，也有资格挑战圣女？先看看能不能过老子这一关。青青，这里交给我。好，你来吧，出手不用客气。那是自然。小心！废物，去死吧！留你3日命，你却不知道珍惜。现在，本尊送你一程。一个废物口气真大，你以为你是剑仙阁阁主，当世无敌？无敌？哼，在本尊面前，谁敢称无敌？哪个敢言不败？当代剑仙阁阁主也配跟本尊相提并论？这傻子疯了，狂，真狂，连仙阁阁主都敢羞辱。今天他死定了，没人能救得了他。混账！哪里来的畜生，竟敢辱我阁主！你好大的狗胆！维儿，杀了他！是师尊，本想让你多活几年，结果你一心想死，那老子成全你！哥，快躲开！这是焚天掌，天劫功法，就算是金丹强者也不可应接。躲？这废物怕是被吓傻了吧？亏本座刚才还以为这小子藏了一手，实在是太弱了。维儿只是一招就让这垃圾毫无反抗之力，甚是无趣。七夜，再敢坏了规矩，即便你是剑仙阁弟子，是九长老真传，本座也会杀了你。垃圾！今天没人能救你，去死吧！
这，我儿威武啊！什么时候七爷变得这么厉害了？这怎么可能？不可能！你这废物怎么可能接得下我的焚天掌？焚天掌，什么垃圾武器？没听过。垃圾！畜生！你不过只是区练气1重，老子可是筑基4重天！装神弄鬼，一定是使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吧？剑仙阁大比，不准使用外力，违者视为作弊，格杀勿论。这老东西在故意刁难七爷。亏你还是剑仙阁长老，这点眼见力都没有。瞪大你们的狗眼看清楚，本尊是什么修为？永生力。这是什么神通？方圆百里的灵气全部疯狂在涌向他。这混蛋在做什么？炼气3重不可能，不，炼气4重。这炼气5重、9重，筑基1重、2重、5重。可笑的，本尊想要唾手可得。畜生，松手！周星辰，你叫本尊什么？垃圾！你在找死！你叫本尊什么？尊上，筑基4重天，不过如此。好，我就知道我儿必成大器。如今痛打这群狗眼看人低的家伙，真是痛快呀！不可能，不是废了他丹田吗？他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？这实力竟然快要追上我了！苏青青很快就到你了，垃圾！去死！孽畜，住手！周星辰乃是剑仙阁亲传弟子，更是本座的徒弟，你立刻跪下认错，自废修为，本座可饶你不死，否则今日必将你扒皮抽筋！你又算个什么东西？就算你剑仙阁老祖在此，也只能跪下与本尊说话。你敢废老子修为！孽畜，我杀了你！沈长老，这擂台大比本身就是决定生死，旁人不得插手。你这样做不符合规矩。规矩，本座就是规矩。这孽畜废本座爱徒，羞辱剑仙阁先祖，该死！你这是污蔑！我儿凭的是真本事，你欺人太甚！老畜生，本座的规矩，要你一只蚂蚁掷回。老狗，你敢！老狗，敢辱我父亲，你在找死！想挡你也配！本座不仅辱了，还要废他修为，剐他骨肉，永世不得超生。想挡，那就一起死！父亲，哥，你的确出乎我的意料，但你的实力还是略逊我一筹。我只要爆发全力，今日你也是死。只可惜三长老可是元婴强者，你上前硬碰硬，已经不需要我出手了。结果已经注定。七爷，快躲开呀！你绝对挡不住他的！别为了父亲白白送死！沈老狗，剑仙阁大人，你敢以大欺小，用长老身份插手，当真不怕死？师尊，剑仙阁9长老慕云水同为元婴老魁，没想到他也来了。
姓穆的，你什么意思？为了一个李家傻子，打算跟本座撕破脸皮吗？李家傻子，本座兴趣不大，但你擅自插手，破坏了大比规矩，这一点本座忍不了。哼，好，本座不插手。这次算你走运，下一次老子不仅要亲手杀了你，老子要让李家灭族！放心，今日亲人之辱，本尊必然万倍奉还。这个垃圾已经被废，贱人，该你上场。你还不清楚你与我之间的差距？看你刚才表现擅壳，如果你现在主动认输，领罪退婚，我可以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，饶你不死。冠冕堂皇，我儿天纵奇才，需要你给机会，你是怕了？开什么玩笑！本圣女怕？就李七夜那个废物，真以为就那点水平就……这动静是神像？剑仙阁的神像动了。今日大比到此结束，回阁。今日算你走运，神像赐福即将开始。你非要找死的话，在神像赐福后，我们再比。神像赐福，那苏青青岂不是？儿子，那神像赐福乃是宗门第一大盛事，得到赐福者功力大涨，甚至可能一举大突破。到那时候就悬了。他就算是元婴，又有何惧？至于这神像赐福，正好本尊也有一丝兴趣看看。待到赐福之后，不仅是苏青青他们给父亲您的耻辱，本尊也一一让他们奉还。就凭你，跟你取消婚约真是太正确了。星辰，你的伤势如何？已经全部恢复了。三长老的秘法果然厉害，不过李七夜这个废物，我必须让他付出代价。上次大比上，他应该是使用了某种禁术，临时提高了实力。那是自然，不然就那个被废了丹田废物，怎么可能打得过我？一定是使用了卑鄙手段，而且这件事背后还有可能是九长老暗中出手了。无碍，神像赐福后，九长老又如何？本圣女也不会放在眼里。至于李七夜，我会让他知道，什么才是真正的天之骄女。哥，剑仙哥，你别去了。你废了周星辰，以他还有三长老的性格，必定谋划一些狠辣的手段对你动手。依依说的不错，而且剑仙阁神像赐福非同小可。苏青青的实力至少可以提升3个小阶段，甚至完成突破。你绝对不会是她的对手。没错，一旦实力提升，还获得神像认可，成为当代圣女，就算是本座见到她，也得毕恭毕敬。不过李七夜，你的天赋倒是出乎本座的意料。若是你能够拜本座为师，此危机本座可帮你想办法。拜师不必了。至于雕像，一块物品罢了，就算是活着的超脱大帝，本尊也从未放在眼里。七爷，这可不能！此子虽然有点天赋，但如此狂妄，竟然连大帝都敢。唉，看来此劫他逃不过了。天梯3劫，次等天赋，不合格。9级天赋，不合格，不合格，继续换人。都走9阶了，这都不行，想要入剑仙阁也太难了。天阶一共109阶，每走1阶都需要往上加1倍天赋，哪怕是剑仙阁阁主，昔年也不过只走了21阶，往年9阶就能成为内门弟子。看来这一年运气不太好啊。李七夜，他……尊上，您看这个捏的像不像呀？琴仙都想好了，等我长大以后呀，就建造大大的宗门，也给自己捏一个大大的雕像。好啊，
10万年前，你这小丫头就喜欢玩泥巴，捏人像。没想到10万年后，一块泥巴还真被玩出花样来了。李七夜，你这垃圾，还真敢来呀！这人不就是南域李家那个傻子吧？就是他。哼，这垃圾不会也想走天梯，企图得到神像赐福吧？可笑！你怎么就不听劝呀，七夜？现在走还来得及。哥，你快走！走？现在走得掉？没事的，我人来了，苏青青，给你一个荣幸，请你赴死。到现在还这么狂妄，目光短浅，你根本不知道神像赐福意味着什么。你这废物，竟然与本圣女有过婚约，真是奇耻大辱！你是何人？胆挑衅剑仙阁弟子？不知道现在是神像赐福，一切约战都在赐福后。赐福？差点忘了，那便先玩玩吧。本尊人皇界南域李家李七夜，今日本尊要入主剑仙阁。本尊入主？大言不惭！畜生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沈长老，你们见过？没错，这孽畜狂妄自大，目中无人，利用卑劣手段废伪而修为，甚至还羞辱阁主，胡说八道！上一回分明是你诬陷七夜。哼，就凭他这种品性之能力，也有资格放言入我剑仙阁？没错，我宗自创立起，登阶人不计其下，能上10阶已是人中龙凤，能上20阶绝世天骄，至于100阶乃是旷古烁今。100层就是旷古烁今了，那若是神像亲自相迎呢？哼，白痴！旷古烁今已经是封顶天赋了，神像亲自相迎，宗门到现在还从未有过。即使当今宗主，也没资格。就算大帝亲至，也不可能。你一个废物，也敢大言不惭？罢了，不必与这垃圾废话。井底之蛙能懂什么？一口气上19阶，这是何等天赋！剑仙阁能出如此天才，实乃大幸。这丫头至少半神级天赋，放在整个剑仙阁已经是凤毛麟角般的存在了。大长老，你这可就看走眼了，半神级，这才哪儿到哪儿？我徒周星辰就已有大帝之姿，而苏青青更是在其之上。这是神像赐福，祥云12朵，金莲8株，24阶，哪怕是阁主在筑基大圆满也做不到啊！这怎么可能？看到了吧，这才是旷古烁今。本圣女得神像赐福后，还会变得更强。这等层次，你万年也追不上。1万年？青青，你太保守了。他想要追上你，至少100万年。可笑，本尊还以为你多厉害，也不过如此罢了。不过如此，狂妄！这天阶你能走过3阶吗？给你1000万年时间，你连看一眼108阶上耸立的神像资格都没有。你们需要登上108阶天梯才能仰视的神像，不过是昔年本尊看着那小丫头随手用泥巴捏成的而已。狂妄无知，入剑仙阁开山祖师，你在找死！小子，不可胡言！神像地威行在，岂是你能随意调侃的？马上认错！哼，认错？晚了！剑仙阁成立这么多年来，每一任阁主都是跪在神像下，得到神像认可才行。如今你辱神像，便是与整个剑仙阁为敌。废物！今天没人能救你，神像之威不可触。杀了他！杀了他！杀了他！儿子，你快跑，我帮你拦着。哥，辱了神像，这是犯了大忌，我跟爹一起打，你快跑吧。好，往哪里跑？老东西，想要救你儿子，就先下跪认错。至于你，身为剑仙阁弟子，你偏袒外人，是想死？一夜，别说了。如果我下跪，你们是不是可以放过我儿子？爹，别管这些蝼蚁，我既然说了，就从来没怕过，更不会走。让本尊跪神像，他受不起。如今本尊亲临，只会是这神像对本尊跪地俯首。让神像对你跪地俯首，混账！还敢口出狂言！李七夜，你大言不惭，口无遮拦，这次死定了。不过今日你能有幸见到本圣女得到神像赐福，也算是死得其所了。
别拦我！七爷好不容易成器，如果今天殒命于此，我李南天愧对列祖列宗，求各位高抬贵手，放过我儿子。你这么诚心，也不是不能考虑。老畜生，你像狗一样爬过来，舔本少的鞋子喊爷爷，爷爷考虑收下你这个孙子。你欺人太甚！李南天，你还真当你是个东西，一个李家的废物而已，想当孙子都瞧不上。今天不仅你儿子要死，你也要死，你们李家的列祖列宗都会被挫骨扬灰。杀了李七爷！我爬，我爬！为了七爷，这点羞辱又算什么？爹，父亲，不需要跟这群蝼蚁低头，要跪，要爬，也只能是他们。昔年本尊戏言，让小丫头用泥像照看他的宗门，却未曾想到，宗门却只剩下一群有眼无珠的蛇蝎之辈。叶青仙，睁开你的眼睛，好好看看，这便就是你创立的剑仙阁。孽障，师祖的名讳也是你能教的，本座要让你神魂俱灭。叶青仙，跪下！叶青仙，跪下，看看本尊是谁。李七爷，你太放肆了！畜生，你在找死！这是神像显灵了。难道祖师真的认识这孽畜？认识，绝无可能。祖10万年前已飞升，今日显灵，定是苏青青得到了祖师青睐。哥，好，快跑啊！神像都为苏青青显灵了。依依，相信我，他叶青仙是来给我下跪的。废物，还在口出狂言。神像明明就是为本圣米而动，你作为神像选中的人日，本圣米要当着神像的面亲自斩你这狂妄的垃圾。不止显灵，而且神像还动了，太好了！剑仙阁有如此圣女，何愁不行？10万年都不曾有过的景象，苏青青真是天命圣女。当然是真的，青青天赋绝代，神像为她而动多正常。至于这个废物，只会哗众取宠。你这个碍眼的垃圾，就先去死吧！神像出手了！怎么可能啊！神像是在帮李七爷这个垃圾。不可能，神像是剑仙阁祖师像，只会护剑仙阁才是，怎会帮一个外人？外人？对，这孽畜就是外人，神像怎么可能帮他？本座知道了，本座也知道了。这孽畜当众羞辱神像，让神仙下跪，这是大不敬。没错，这垃圾如此嚣张狂妄，肯定是祖师看不下去，打算亲自出手捏碎这畜生。一定是这样。另外，对李七爷这废物，祖师可一定不能心慈手软。师尊，孽障，跪下！畜生，见到我剑仙阁祖师显灵，还不跪下行礼？本尊说了，见到本尊，该下跪的是他。祖师真的给他下跪，还有这是此剑，尔等可识得？剑灵？不可能啊！根据记载，祖师的剑灵乃是他的本命法宝，理应跟着飞升上界才是。识得就好。身为剑仙阁弟子，你们应该清楚得很，手握剑灵，意味着祖师亲至。你什么意思？剑仙阁只是在南域有那么一些名气，可放在整个人皇界压根不值一提，更不说9界了。剑仙阁沦落至此，丢人现眼，便是因为尔等有眼无珠。从今日起，本尊将会以祖师身份将其彻底清洗。各位，大家不要被这个垃圾骗了！我曾与这废物有过婚约，现在肯定是他在耍手段。什么神像，什么剑灵，说不定都是幻象。幻象？没错，本座差点还这么被这孽障的障眼法给蒙混过去了。剑灵这等神物，如果真在神像中，怎么可能10万年未曾出现过？这垃圾当众羞辱神像，忽悠我们对他下跪，还用卑劣的手段弄出假的剑灵，简直是罪该万死！还请大家一起出手，将他碎尸万段！短剑博士，冥顽不灵，都被戳穿了，还在装！本座现在就灭了你！算上本座一个！住手！
阁主，您怎么来了？这个孽障出言不逊，用不着您出手的，我来就行。始祖神像显灵，踏碎天梯，引发天地异象。原来是剑灵出世，看来书楼中的古籍所录为真。阁主，您可别被骗了，都过去10万年了，剑灵怎么可能真的存在？那之前为什么从来没出现过？一定是假的。闭嘴！阁主，您是不是打错人了？应该打他才对啊！你又是什么东西？这里有你说话的资格。你便是剑仙阁阁主，还不错，有几分远见。敢问先生，所谓何事？当剑仙阁祖师。小子，你疯了！当真找死！大言不惭，也不看看你是个什么东西！再敢废话，本阁主现在就杀了你！是。5000年前，天地巨变，自此剑仙阁便是走向落幕。虽在南域依然是霸主地位，可放在人皇界，却已沦为九流。若不是有神像庇护，早就被其他势力所灭。你要当这祖师也不是不可。不过什么？如今神像已动，天地尽毁，坐上这个位置，就意味着需要为剑仙阁寻找修炼机缘。9日之后，人皇界北域深渊秘境便会开启。深渊秘境。尊上，我以后就住在这里了，取名深渊。我要在这种上最好看的花，安上一道门，只有我与尊上方能入内。好。不过只是昔年那棵小树苗随手打造的一个居住地罢了，未曾想到如今会成为人人趋之若鹜寻宝的秘境。小子不说话了，怂了！你想当祖师可以啊！深渊秘境每隔10年开启一次，想要进去难如登天，甚至稍有不慎便会灰飞烟灭。废物，你不是很能吹吗？不会说你随随便便就能进吧？就他，别逗了。多年未见那棵小树了，本尊可以去看看。不过在这之前，有件事本尊得先处理。何事？他有如今天赋，乃是因为婚约产生的因果事。如今这份因果需要斩断，本尊要休了他。李七夜，你适应了没错，但能不能别这么不要脸？我的天赋与你婚约有关，简直笑话！一个婚约就能让人天赋暴涨？本尊所言句句属实。属实？你不会告诉我，休了我的话，我的天赋会全部消失吧？不止于此，还会因果反噬。您可真会吹，我今天倒是要看看清楚怎么反噬。来，休啊！老娘同意你休了。废物，继续吹啊！因果反噬呢？我怎么一点事儿都没？这是怎么回事？休书已定，因果斩断，遭到反噬，寿命流逝100年罢了。好了，今日之事就此结束。先生，9日之后秘境的事情就拜托您了。好，青雀，走吧。
哥，你真要去深渊秘境了？那里太危险了。阁主，还有那些人明显使坏，让你去送死的。那里有一物可助法骨洗碎，获得逆天天赋。哥，我不要什么天赋，只要你安全就好。阁主，深渊秘境开启，我也想去。我也去。传闻中秘境中有一株长生花，可让青青恢复正常。青青她才是宗门的未来呀。幻术维持不了多久，我要亲自过去拿到长生花。我愿意与青青一起去，有危险我会帮他挡住。神像破碎，天地移稳，剑灵被收。你们到现在都没发现那位先生不同寻常吗？至于深渊秘境，本身就无限制。你们若是想去，那便去好。该死，来得可真快！师尊，到了深渊秘境那边，一定得想办法弄死李七夜。万剑城少主15岁，金丹7重天，距离禁制65步。云。暗夜门少宗主19岁，元婴，距离禁制33步。云。天下楼楼主23岁，渡劫，成功进入外围遗迹。呵，为什么明明有大门，他们不走，非要爬着钻那个狗洞啊？白痴，你懂个屁！唉，即便是这个小门，常人想要爬进去，也千难万难啊。尊上，我想好了，等大门安好后，我再弄一个狗洞。要是有人敢闯，就让他们爬狗洞。但他们一定都不知道，即使爬完了狗洞，进去的也不是我们的家。7年，那棵小树的顽皮戏言，未曾想到还成真了。人皇界天骄，为了一个假秘境，甘愿做狗爬。咦，这不是剑仙阁的人？是无极圣子和往生圣女。听说你们选了一个筑基期的傻子当祖师，此事已经传遍人皇界，也太好笑了。没错，赶紧滚吧！深渊秘境可不是你这种货色能亏缺的。你们两个有当狗的爱好，有正门本尊不走，为何要爬狗洞？白痴，无知而可笑。垃圾就是垃圾。傻逼，真狂！大门，那是死路。你以为你是谁？哪怕大帝到此，也不敢走。大帝不行，本尊可以。放肆！深渊秘境的正门，唯有柳神才可入。你算什么东西？谁说只有柳神可？当真是眼界小。这位小友所言没错，根据上古传说记载，除了柳神之外，的确还有一位神秘存在，可入正门。真有这样的存在？没错，传闻中是柳神的师尊，这道门便是柳神为其师尊所留。先知颠，傲世间，气贯长空，独断万古，不可名状，不可言传。传说中对其记载唯有2字，哪2个字？尊上。听到了吗？难不成你就是柳神传说中的师尊尊上吗？你要是真能进去，本圣女直接给当奴作弊。当奴作弊，你还不配。不过，给青雀当宠物，或许还行。
好啊，若是你进不去，本圣女断你四肢，让你做往生之路上的花瓶人吃，供所有往生门弟子观赏。好，那就睁大你们的狗眼，好好看吧。老子看你怎么死才是！这傻子勇气可嘉。哼，搞笑！臣以为他行了。自作孽不可活。哥别去，真的会死人的。我们回剑仙门。没事。废物，往前走啊！不会怕了吧？没事，笑死人了。我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？100万年了，本尊这也算是回家了。这是小柳。这是柳神投影。尊上，100万年了，小柳一直在等您回家。这真是柳神！好恐怖的威压！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？畜生！一定是这个畜生用了什么秘术制造出来的投影！大家不要相信他！敢对尊上不敬，死！起来吧。尊上，请您回家。家？是啊，100万年了，这里也算得上是本尊的家了。走吧。这混蛋怎么会？一定是哪里有问题。他分明就是一个傻子啊！在南域，在人皇界，那是众所周知的事。80步，50步，30、10、3步，他竟然走到了正门门口。100万年了，他是第一个能走到深渊秘境正门口的人。剑仙阁是要彻底崛起啊！柳神亲自相迎，难不成是某位大佬转世？不可能！大家不要被这个废物给骗了，他怎么可能是尊上？真有这种存在，早就飞升了。而且，什么样的修炼者能活100万年？有道理，柳神虚影消失，这家伙胆大妄为。一定是借用了某种秘法，弄出柳神虚影，蒙骗了阵法。混蛋！你有种的话，就进去这秘境啊！哼，他有个屁的种！100万年，从来没有人能够进入这深渊秘境。他要是能行的话，至于现在停下来吗？够了，李七夜。深渊秘境乃是无极宗往生门，无数神皇界大能向往的圣地，在这里耍手段，你当真不怕死？你还有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？无极宗往生门，人皇界大能，蝼蚁而已。本尊一念之间，便可让其灰飞烟灭，为何要放在眼里？你狂妄！疯子！你以为你是谁？蠢货！得罪这么多人，就算真是尊上，那又如何？短见薄识，目光狭隘，可悲可叹。
陨落心炎竟然诞生了灵智，有趣。得到它，本座修为可提升5000年。这是深渊秘境的门被打开了，尊上现世了。这陨落心炎正好可以献给尊上，若是得到他指点，抵得过我修炼万年。金盘果500年了，总算找到你了。有了这宝物，本座的暗伤可解。这是深渊秘境正门开启，尊上，一定是尊上现世，这宝物正好可以献给尊上。时间之冰，本座势在必得。滚开！本座可饶你不死。时间之冰可冻结时间长河，可让轮回之门更加稳固。今日总算到手深渊秘境，尊上回归了。这一次轮回如此之快，定然是出了大事。用邪术走了过去，真以为自己能行了，自不量力！如此动静，该不会是柳神动怒了吧？畜生，别再找死了！这么大的动静，你想让所有人跟你陪葬？一群目光短浅之徒。昔年本尊随手交给小柳的阵法，他还真学到了几分皮毛。100万年了，余威还有1/1000。往生门圣女，可别忘记了承诺，到时候给青雀当宠物。你。这最后一道阵法破了，他就这么进去了？怎么可能？他真的就进去了深渊秘境，不应该啊！快通知门主，出大事了！马上联系宗主。深渊秘境的阵法竟然就这么破了，这可是运气的好机会呀！机会来了，走！太好了，宝物，快去里面找宝物！哥，他们也跟进来了。一群蝼蚁，也罢。既然想看，就让他们长长见识。说的好像这秘境是你的一样。禁制存在100万年，在时间的摧残下，早就耗光了能量。
你不过只是赶巧罢了，不会真觉得自己很厉害吧？别跟这个垃圾废话了，这里宝贝如此之多，咱们发财了啊！看那是地狱花。什么是地狱花？传说中开在地狱最深处，单单只是一片花瓣，大地级别炼化，能续命10年。这种100万年都未曾现世的神物，深渊秘境竟然漫山遍野都是。如此神物，如果我能够得到的话，哥，那花好像很珍贵，都要被他们抽光了。他们采不了，地境之下，但凡触碰，便会当场衰老，被抽寿元，更是会直接化作枯骨。什么是地狱花？传说中开在地狱最深处，单单只是一片花瓣，大地级别炼化，能续命10年。这种100万年都未曾现世的神物，深渊秘境竟然漫山遍野都是。如此神物，如果我能够得到的话，哥，那花好像很珍贵，都要被他们抽光了。他们采不了，地境之下，但凡触碰，便会当场衰老，被抽寿元。你以为你谁啊？张口就来，说的跟真的一样。危言耸听，采个花而已，能有什么事儿？不信的话，试试看便知。我呸！试试就试试，垃圾！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了，一朵花是怎么把老子化为枯骨的？还好没人信他的鬼话。此等神物，你的手！我的手，我的头发，好难受啊！怎么会这样？自作孽不可。我的手，我的头发，好难受啊！怎么会这样？自作孽不可活。他说的竟然是真的，这花竟然有如此强大的腐朽之力。不可能，这花怎么看都没有任何危险才是。你李七爷，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？这都能扯到我哥身上，明明是你自己不听劝，活该！混蛋！李七爷，你既然知晓此花如此危险，为何不早提醒我们？我说了，你们信？大家不要给这个废物的话给吓到。我就不信，一朵花怎么可能有这么大威力？我也不信这地狱花如此离奇。可周兴他这副模样，那还用说？他2人先一步进入秘境，定是对这地狱花下毒，想以此吓退我们，独占整个秘境之宝。李七爷，你这个畜生，用心险恶，歹毒无比！我提议大家先杀了他。杀了他！杀了他！李七爷，死期到了！想独占整个秘境之宝，却做这种下三滥之事，你真该死！直接动手，跟他客气什么？一群蝼蚁，当真无趣。本座对付你们，一根手指足矣，何须如此费劲？狂妄！若是没毒，你倒是摘一朵地狱花给我们看看。对啊，你倒是摘啊！如此神物在面前，你还不为所动，假淡定，真恶心！
你如果不敢摘，就说明你承认做了手脚，想要暗害我等。说的对，你摘呀，摘呀！狂吠之躯，可笑。我哥哥没下毒，真是可惜了这话。地境之下摘不了。什么依依？你想要？这个，哥，这花虽然很珍贵，但太危险了，要不算了。算了，那可不行。依依，看好了。这傻子为了讨好自己妹妹，连自己下的毒都忘了，真是愚蠢至极。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我曾在一部古籍上看到过地狱花的描述，她没下毒。地狱花的确是地境之下处者皆美。你说什么？哈哈哈！他没下毒又如何？摘了那么多，他死定了！你们看着吧，他顷刻间便会灰飞烟灭。我说的。我没事，谢谢哥哥。不可能！我只是触碰地狱花的瞬间，便如此惨状，他们两人怎会无事发生？难道说他是？对了，一定是这地狱花本就无事，是周星辰无意触动了秘境的禁制。这么说，其他的地狱花，哈哈，这地狱花就由本少宗主收下了。我的手啊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他连6丁6甲随神符都用上了，此符百邪辟月，万毒不侵，竟也瞬间化为枯骨。难道说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？可他和那贱人为何无事？这秘境中，但凡你看上的，尽管去收，没危险的。好，谢谢哥哥。李七，我承认你有点能耐，触碰地狱花依旧无事。可你真指望这普通的护身术能护住你妹妹？你难道没看到辅总少宗主连正宗护身符都用上了，依旧扛不过一息？你这破护体术又能有什么用？死的是他妹妹，我们多管闲事干嘛？哼！太蠢了啊！还用手去拿？以为护体术有用？太天真了！他妹妹就要因为他的狂妄，化为一堆枯骨了。哥，这花真香啊！那就都给收进纳戒。这里的东西还挺多，你看上的全部都收走吧。好嘞。收。我知道了，他这护身术正好克制地狱花，所以他两人才能毫发无伤。你又知道了？这是幽魂术，本座认识，但凡接触，魂飞魄散。听到了吗？接着嘴硬啊！我就不信你那护身术连幽魂术之威都可抵挡。不可能，幽魂术直击灵魂，护身术根本毫无用处。哼！李七，还不叫你妹妹停下？难道你真要亲眼看着她因为你的狂妄自大而魂飞魄散吗？你们刚刚在说什么啊？是荆棘木剧毒。这个我认识。
是木灵草、熔岩木、火灵晶、长生花。全被他收走了，这全没了，他还一点事都没有。不对，我明白了，竟然是秘境有阵法压制，这些天机地宝是无法伤人的。可那福宗少宗主和周星辰，定是他们触犯了秘境中其他禁忌，被天罚。还有这种说法？那岂不是他们两个赚大发了？不一定。古籍中还有记载，昔年柳神的师尊曾将9界苦海收走，用其圈养4大凶兽。就算他们机缘巧合下获得了天才地宝，但那些凶兽会放任他们离开？当然不会。柳神是何等存在，他的家其实谁都能闯的。还好我们什么都没拿到。就是，这李七爷嚣张不了多久。拿到再多宝物又如何？第一，想要活着离开秘境，可能性几乎为零。第二，就算真的离开了，以他们两个的实力，那些宝物最终还是会落于我等之手。你们的实力很强吗？接下来，本尊让你们长长见识，如何一步跨越化神境界。依依，你慢慢挑，哥在苦海中给你钓神兽补补。小池塘中钓神兽？你疯了吧！哼，一步跨越化神境界。白痴！哥，这个小池塘就是苦海吗？我记得师尊说过，苦海无涯，无边无际，仙神难渡，怎么是一个小池塘呀？的确是，只是被本尊炼化了而已。这里面还有昔年本尊圈养的神兽，正好助你一步化神。太好了，我能直接化神了。哥，到时候谁欺负你，我都帮你打回去。不吹牛能死，这地方能是苦海，我自废丹田。至于你李依依一步化神，更是天方夜谭。你懂不懂一步化神代表什么？无知又自大，李依不过筑基，此志只能算上客。要想一步化神，除非是柳神亲临调理根骨。我哥说行，那就是行。等我哥钓到了宝贝，帮我一步化神后，你们必定要后悔。确实啊，如果李七夜能钓上神兽，取青龙之脊、玄武之背、朱雀之火、白虎之骨，也能逆天化神。但这件事，即使是柳神也做不到啊！李依依，就你这废物，想一步化神，简直可笑！你真以为李七夜能给你钓出来神兽，让你一步登天啊？哥，就这个小池塘，咱们真的能钓上这传说中的神兽吗？就算是钓上来，以神兽之威，咱们也打不过呀。要不算了。依依，无知的人是他们，你就等着看这群看不起的人如何被打脸吧。哥，动了！什么情况？不会真的是神兽吧？傻逼，哪来的神兽？不知道是哪来的野泥鳅吧？就看你钓上了，怎么丢人！上钩了。尊上，你竟然还活着！100万年了，柳神都已飞升，为何你还不走？强行戏耍吾等！各位，误会了，本尊在饲养尔等。今日你们的用途总算有了。尊上，苦海无涯，100万年前您一言之下便将9界苦海炼化成一个小池子，真没这个必要啊！别跟他废话了，这100万年来，虽然被镇压在此，但是我等从未松懈。如今我们4大神兽
皆已达到圣座级别，就算是地级来此，我等也不惧一战。更何况本座的龙炎火可燃世间万物。这便是青龙以及朱雀。笑死人了！这明明就是一条小泥鳅，一只落水的公鸡。我就知道你钓上来的都是垃圾，丢死人了！狗屁的青龙朱雀，一而再，再而三口出狂言，非得让大家跟着一起死，你才罢休！口出狂言，你们眼中的凶兽，在本尊眼里，的确只是泥鳅与鸡。我哥这才刚开始呢，之后还有更好的。这水潭里面真的有神兽的，现在就开始吹，太嚣张了，是不是不太好？没事，东西都收的差不多了，累了吧？哥现在就把朱雀、青龙烤给你吃。至于玄武、白虎也用不着，这两只神兽的药力只要充分利用，足够了。他们真的就是神兽？当然，圣级神兽。一爷，这就是哥为你准备的惊喜。吃完之后，修为瞬间突破化神境界。说的有模有样的，他们若是神兽，早就把你生吞活剥了，超越地级天赋，整个人皇界万年未曾出过。就这东西，就算给李一吃了，也只会毫无寸进，白忙活一场。一步化神，怎么可能做得到？这丫头的修为才刚筑基不久啊，这鸡和泥鳅真有如此威力？这味道好香啊！怎么回事？我的身体……灵力不对，这是……这香味真是神兽散发出来的。这光是一缕气息，就让我的修为增加100年。这小家伙，你的底子倒是不错，能扛得住圣级气息威压，还能获得好处，这也算是你的机遇，好好把握吧。难道他烤的真的是圣兽？这人的身份，他难道……绝不可能！不要被他骗了！我们可是都在秘境之中，得到一些机缘，那不是理所当然？跟这个废物有什么关系？就是，反而是这个李七夜在这装神弄鬼，狐假虎威，真不要脸！一，烤好了，吃吧。好香，谢谢哥。哥，真好吃，真香。这样圣兽的肉，吃完之后应该会有反应的才对。有什么反应？早就说了，这不过就是死泥鳅、死鸡而已。现在不是已经告诉我们结果了？他们都是废物。对哦，哥，我吃了觉得肚子里热热的，他们真的是圣兽吗？为了让你更好吸收，我压制了他们的修为，让你温和滋养。还没绩效呢。装，还在装，都到现在了，你还在嘴硬。李七夜真不愧是你，这东西分明吃了一点用都没有。你们别污蔑我哥，我哥不会骗人的。那为什么到现在都一点反应都没有？那是因为还没起效呢。哥，我肚子里有一股热气往丹田狂冲，怎么回事？你跟你那个废物哥学的真像，两个人一唱一和的演起来了是吧？什么热气，什么丹田？你要吃了圣兽，现在我们还能站着说话吗？这不可能啊！
李依依吃的真的是青龙？不对，我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。李七夜这畜生，准备的太周全了。王长老，此话怎么说？传闻符宗有一种威压符，可模拟传说级别的人物威压，逼退对手。刚才竟然是李七夜这畜生暗中使用了某种手段。这畜生真是该死啊！三番两次戏耍我们，李七夜，闹剧该收场了。哥，不对劲，我感觉我身体要炸了，好强的能量，我……你们可真聒闹的。依依，专心，本尊为你护法。刚才的种种迹象，这李依依似乎的确是在经受根骨改易之痛，那些肉似乎真的是朱雀青龙啊！假的永远只会是假的，他们要是此等圣兽，怎么会被吃干抹净，还毫无反应？看不下去了，不想看他们装逼了，诸位，不如一同出手杀了他们！这李七夜实在是狂妄自大，这李依依还妄想一步化神，简直是哗众取宠！助力圣女一同出手，杀！你这废物，今天就让你付出代价！法相，这是朱雀青龙，他们真的现身了。这不可能啊，一定是哪里有问题啊！李七夜，去死！今日就要将你挫骨扬灰！青雀，回来，别逞强！醒来！一剑斩杀2尊圣级神兽，这是何等的实力！出现的神兽就这么被杀了？啊！李七夜是李七夜做的，他这个废物绝对不可能啊！这是假的，这绝对是假的！有何不可？突破了，直接从筑基到了金丹。这是晋级元婴，他刚才吃的真是神兽，这怎么可能啊？这李依依运气能这么好？天劫，紫色天劫，这是化神之劫。李依依，难不成真的在突破化神？这也太快了吧！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出现？想要一步化神，当然不可能。机缘倒是不错，但也到此为止了。一个来自南域的废物傻子，竟然能机缘巧合之下破了深渊秘境的禁制，并且利用阵法余威杀掉了神兽，倒也有趣。原来如此，我就说这废物怎么突然厉害！混蛋，这畜生真该死！刚才竟被他吓住。无知。所以，二位要说什么？哈哈哈！你这小子倒也识趣，限你5丝之内交出所有宝物，否则本座要你狗命！徐浩天，往生门门主，化神9重天的实力啊，有他出手，李七夜必死无疑。李天尊，无极宗宗主只差1步便可突破大成期。这个废物真的该死！刚才把这深渊秘境所有宝物都给收走了，这下好了，全便宜他人了。青青，宝物倒是其次，让这个废物去死，比宝物有价值的多。也是，这废物面对2尊化神强者，这下彻底怂了吧？你们2个算什么东西？也想从本尊手中拿到宝物？本尊给你们3息时间，再不，可别怪本尊不客气了。哼！3，本座师承古神，纵横人皇界100年，
还从来没人敢对本座如此说话。畜生，你想死？你是出自剑仙阁是吗？二位大人，这个小畜生跟我们剑仙阁没有任何关系啊！垃圾，你自己作死这还不够，还想连累剑仙阁不成？二位大人，我是剑仙阁圣女苏青青，她的所有行为均与我剑仙阁毫无关系。最好没关系。还敢数？垃圾！去死！废物！太狂了！死吧！这垃圾惹大麻烦了，他这次必死，没有任何悬念。希望两位大人到时候不要怪罪我们剑仙阁就好。哥，快跑！你不是他们的对手。安心提升修为即可。这不可能！蝼蚁，你们的实力就这？随手一挥，竟然剥掉了徐门主、龙宗主的万载寿元。这是什么手段？我闻所闻，见所未见。门主、宗主，刚才不是很狂？你师承古神？那你想必师承月禅吧？呵呵，那两个小家伙知道你们平日这么嚣张的吗？你到底是谁？本座明明从你身上感知到的是筑基而已，你怎么做到的？这些问题有机会的话，去问问古神以及月娇这两个小家伙，说不定他们可以给你们一个答案。古神，小家伙，畜生！不管你用什么手段让本座寿元流失都行，但你敢羞辱我师尊，这9界无人能救你！没错，混蛋！真正狂的人是你。既然你知道古神月禅，那你可知他们是何等存在？哦，何等？疯子闭嘴！古神，月神那是圣级大圆满的存在，整个人皇界也就只有无上皇朝中的地级强者能够压他们一头。你出言不逊，大圣级强者发怒，剑仙阁必灭！混蛋，你真是疯了！也就是依靠柳神禁制杀了2尊地级神兽，月神、古神可不会受到禁制影响。废物，你自己作死，别带上我们。有趣，尔等可知那两个小家伙真见到本尊会是什么姿态？古神、月禅，本尊给你们一息时间，滚过来，否则死！大圣级强者念其名讳便可感应。畜生，口出狂言！你疯了！直呼圣人级名讳，你好大的狗胆！我们剑仙阁与此子早就断绝关系，各位可一定要帮我见证啊！没错，他这都是个人行为。这废物多次出手，就算他有再多的手段，也一定用完了吧？我提议，大家一起动手，只要杀了他，大圣级强者真来了，也绝对不会怪罪我们。看在我们有功的份上，说不定大圣级强者还能对我们进行指点。另外，这废物妹妹在渡天劫，大家分开出手，他拦得住吗？他们手上还有大量宝物，只要杀了他们，东西我们一起平分。杀他，算我一个，算是我。与本尊动手的后果，你们可曾想好？一个筑基期的垃圾，只是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一些秘法罢了。哼，能有什么后果？敢羞辱大圣级强者，今天你必死！大家别怕，人多一起上，就算他有再多手段，也分身乏术。王生，动手，杀他！好大的胆子！谁敢对尊上不敬？这是在找死！
师尊，您来了。今日深渊秘境开启，里面宝物无数啊！这一次我们往生门一定要多收一些才行。本座有数。开启秘境之人呢？师尊，这秘境被开，就是因为时间太长，技术失效所导致。确定如此？我确定是这样，因为第一个机缘巧合发现进这个秘境的人是我的未婚夫，而他在人皇南域是出了名的傻子。我也可以证明，那废物还在秘境中胡乱瞎搞，惹怒了里面的神兽。我等受伤，皆是他所导致。谁人这么大胆？本座看他的确是找死。是谁？给本座滚出来受死！就是他这个垃圾。李七夜，你继续狂啊！今天你妹妹别想渡劫了。至于你，马上就会去死。小家伙们，数万年未见，你们可还识得本尊了？当真找死！你活腻了是吧？疯子！敢对大圣级强者不敬，你自己想死也就算了，莫不是想要拉着我们整个剑仙阁陪葬？废物，你用心可够歹毒啊！李七夜，你疯了！你可知你面对的是何等存在？何等存在？小家伙们，说说好吧，你们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？你们这群垃圾，都给本座闭嘴！师尊，您是不是搞错了？你还嫌死得不够快是吧？你们可知他是谁？昔年他以一人之力翻手镇压九界至高魔主，副手压制九界天道的时候，本座不过只是一条盘踞在沙漠中的小蛇罢了。是啊，当年本座还只是一具骷髅架子，只是沾染了一丝他的气息余威，便是化形成人。本座游离于时间长河，而他在时间长河之外。你说他是谁？月禅、古神、美杜莎，见过尊上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都起来吧。尊上，这是金普果，您这一世的妹妹正在即将化神，这金普土果助其同阶无敌。好。尊上，这是时间之冰，炼化之后可让人容颜永驻，恒古长存，不受岁月侵蚀。小奴想要赠与您妹妹。可。尊上，这是异火陨落心炎，可让灵气时时刻刻得到淬炼，能让您妹妹的实力每一秒都会急速增长。不错。这次算你们几个小家伙识趣，你们后辈之事，本尊不予计较。多谢尊上。绝对不可能！这个废物，他凭什么？闭嘴！尊上，这些碍眼的垃圾，是否需要我来清扫掉？小奴也可代劳。岳奴也可。动手就不必了，这天劫就让他们担。让我们承担？你算什么东西？你以为你骗得了这几位大圣，就当世无敌了？天劫还能让旁人承担？傻逼！你以为你是谁？
疼，太疼了，我要死了！大家快靠在一起，全力抵抗着天劫，结成防御阵型，否则我等全部都会死。哥，太厉害了，我真的晋级了，我现在真的有化神修为了。那就好，这3样东西你用了吧。谢谢哥。哥，他们自作自受罢了，别管他们。这秘境中好东西都收的差不多了吧？都在这里面呢。哥，这一次咱们发财了。那就好，我们回一趟家，宝贝这么多，也给父亲他们一些吧。你们3人内心所求，本尊心中已知，等本尊召唤即可。恭送尊上。我父皇说过，深渊秘境乃是柳神所留，而柳神与我无上皇朝老祖无上荒天帝颇有渊源。本圣子要让他死！是真皇界南域李家李七夜。南域李家李七夜。交出李七夜，本座饶你们不死。不久前让李七夜那废物在深渊秘境逃脱，这一次可没有那么好的机会了。李七夜人呢？那废物不会躲起来吧？不把从深渊秘境拿到的天才地宝交出来，今天整个李家都会被灭门。完了，今日李家彻底完了。得罪了剑仙阁就算了，这位可是无上皇朝的人啊！李七夜这畜生到底做了什么？都给老夫闭嘴！七夜是我的儿子，是我们李家独苗，谁都别想害他。今日李家之劫，我李南天知道是躲不过去了，但那又如何？别说七夜不在家，就算在家，老夫也绝对不会交出这群畜生，一而再，再而三欺辱我李家，杀我李家之人，老夫跟你们拼了！垃圾，皮肤也想撼树，蝼蚁就是蝼蚁。没错，圣子大人，这老东西一定知道李七夜那畜生的下落，就这么杀了的话，实在是太可惜。交给我来折磨一番，肯定能得到答案。好，老东西，我给过你们李家好几次机会，你却不知道珍惜，特别是李七夜那个畜生，我变成现在这个鬼样子，全拜他所赐，弄死你！老东西，丹田已经被废，李七夜在哪儿？说还是不说？苏青青，你这个恶毒的女人，当年我们李家可待你们苏家不薄。闭嘴！我问你话呢，李七夜在哪儿？老夫不知道，
就算知道，死也不说。你不说，李家还有别人总会说的。既然你的嘴这么硬的话，老东西，那你就去死好了。无上皇朝，还有苏青青，你这个贱人，你们在找死！你们回来做什么？跑，快跑啊！别管我，剑仙阁长老还有无上皇朝的人都来了，你们会死的！小子，你就是李七夜，难怪这么狂。没想到还有一个化神境界的妹妹，还如此年轻，天赋真不错。可惜在我无上圣子的面前，这些都还不够看。哼，深渊秘境的事情，本座听说过了，给你2个选择：第一，交出从里面带出来的所有宝物，自刎谢罪；第二，交出所有宝物，本座灭你李家满门，帮你们谢罪。无上圣子，我们李家与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何要跟这些人联合在一起，对我们苦苦相逼？深渊秘境里面的宝贝可都是无上皇朝的，你们偷了别人的东西，现在别人找上门，怎么就是苦苦相逼了？没错，真正恶心的人，应该是你们这些肮脏的蟑螂老鼠才是。圣子大人，请您一定要杀了他！只要李家灭门，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苏青青，你们几个，这狗当的可真不错。本尊进深渊秘境，本意还是打算为剑仙阁弄一些宝贝，真是可惜啊。至于你，无上圣子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也敢来我李家放肆！今日，本尊必杀你！畜生！你说什么？完了，真相全完了！孽障，这位可是无上皇朝圣子，半步地级修为，你狂什么狂？垃圾，死到临头还嘴硬，也不看看你自己什么实力？一个筑基期的废物罢了，当真以为圣子大人会被你给蒙骗的？小子，成功激怒了本座，即日起，李家灭族！完了，这就是半步地级境界的实力吗？没想到今日李家会以这样的方式被灭，不甘心啊！七爷，快躲啊！来不及了，这种恐怖的威压，只是半步地级强者的一击。别说整个李家了，这一杆落下，恐怕整个南域的生灵都会被灭了。依依，你对哥的实力还是不太了解。就他这种蝼蚁，自始至终都入不了你哥的眼啊！蝼蚁，你也太狂了！李家灭！这是什么情况？他挡住了半步地级强者一击！不可能，他这是怎么做到的？他明明只是筑基而已啊！不对，肯定是哪里不对。哥，七爷，你真挡住了！小子，你别说半步地级了，就算你无上皇朝的地级强者旗帜，在本尊面前也如同蝼蚁。小家伙，你家里的长辈们没有告诉你，在外面做事一定要低调吗？不好，拦住他！逃，来都来了，杀了我李家这么多人，你觉得还能逃得掉吗？小子，这次的确是本座轻敌了，但本座想走，谁能留得住？对你这样的垃圾，什么时候还用得着本尊亲自动手呢？你们3个小家伙
还藏在暗处作甚？出来！这是三尊大圣级强者，他们竟然跟无上圣子打在了一起。这种场景，南域10万年都未曾出现过。尊上，信不辱命。退去吧。是。你不要过来！李七夜，你可是剑仙阁的人，我是剑仙阁长老，你想做什么？你让人杀了无上圣子，无上皇朝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无上皇朝乃是人皇界最强势力，超然在外，大帝级别存在都有数位，其皇主无上天更是能够随意进出人皇界，游历9界的顶级强者。就算今日你杀了我们，那又如何？你一样会死。是吗？本尊的确想要直接灭了你们，但就这么轻易的杀掉，未免太过可喜了。无上皇朝很强势，那本尊再留你们几日，让你们看看所谓的无上天是如何在本尊面前臣服的。哥，切莫胡说，无上皇朝是真有数尊大帝存在。七爷，别说了，赶紧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，安安稳稳过完这一辈子就好。那些大势力，我们得罪不起呀。依依，爹，你们放心好，我自有分寸。剑仙阁从今日起灭。这是无上皇朝的人，这么快就杀到了剑仙阁，完了完了，全完了。无上天大帝，6尊大帝。小丫头，眼光倒是不错。今日无上皇朝办事，本座倒是想要看看一个小小的剑仙娥是如何翻天的。无上天，你是很强，但你可知你眼前之人是谁？本座管他是谁。你们2个退下吧，这里交给本座就好。你就是李七夜，有趣。一个筑基期的蝼蚁，竟然能够让3大圣级强者为你卖命，倒是出乎了本座预料。不过，如果只是如此的话，那今日剑仙阁灭，南域灭。这是毁灭之音，不，南域要完了！大劫将至，大劫将至啊！这是重瞳，是传说中黄天帝的眼睛，这是黄天帝留下来的，怎么办？这可怎么办？快逃！逃啊！我不想死，我还不想死！剑仙阁一个不留，南域灭为焦土！今天本座要让人皇界，让9界所有人都知道，挑衅我无上皇朝的代价是什么？代价？小丫头，你觉得，若是荒天帝知晓你用他留下的这重瞳权杖对付的人是本尊，会当如何？哥，他们人多。依依，记住一句话：蝼蚁再多，那也是蝼蚁。
狂，不过你的确拥有狂妄的资本。一个小小的筑基期能死在本座的手中，这是你这辈子最荣耀的时刻。这话应该是本尊对你说才是。上一个跟你一样想法的人，在数百万年前就已灰飞烟灭。小子，你很狂。今日让本座看看，你一个筑基期的蝼蚁，自以为是的资本到底是什么？这是荒天地那小子的重瞳眼。小丫头，用这个对付本尊，亏你想得出来。还有，既然你想要看本尊的实力，那本尊就让你长长见识。不可能！你到底是谁？你做了什么？本尊是谁？这话应该让你的师祖10号来回答。混蛋！你疯了！10号乃是本尊的师尊，他的名讳你也配直呼，也敢辱！而且荒皇帝飞升已有50万年，本尊如何让他出现？你不行，本尊或许可以。小家伙，睁开你的眼睛，好好看看，本尊是谁！混蛋！你大胆！对皇上帝出言不逊，找死！小子，太狂了！这是重瞳，真的动了！无上天手上拿着的是重瞳权杖，乃是荒天帝大人一滴精血所化。李七夜这个废物也太嚣张了，羞辱谁不好，当着权杖的面羞辱荒天帝。荒天帝飞收50万年，他是不是还活着？小子，荒天帝大人出手了，本座能动了。本座倒要看看你耍什么花招！垃圾，去死吧！这是什么情况？本座的攻击竟然对你无效！你明明只是一只弱小的蝼蚁呀！错了，在本尊眼里，众生皆为蝼蚁。闭嘴！皇主坐镇人皇界数万年，就算在9界中也是声名显赫。你算什么东西？也敢羞辱无上皇主，羞辱荒天帝大人！人皇界中，本座无敌！畜生，你成功激怒了本座！人皇界无敌，本尊尚且在此。别说人皇界，就算是9界，甚至9界之外，谁敢在本尊面前称无敌？谁敢言不败？小家伙，可否认出本尊？小10号见过尊上。这真的是荒天帝投影！荒天帝大人怎么可能向他下跪？皇主，本座看过一些上古记载，传闻中五祖成就大帝飞升之前，曾得到一位神秘强者相助。尊上，难道是他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天道大人说过，尊上早就已经被他在轮回中击杀啊！天道轮回中击杀本尊，就凭他也配？小家伙，这些可都是你的徒子徒孙，怎么处理？你看着办吧。是，尊上。无上皇朝后辈，你可知尊上是谁？你胆子也太大了，触怒尊上，你这是在找死！荒天帝大人！这白衣女帝，再到柳神，现在又是荒天帝大人，并且一个虚影，连地级强者都能随手碾压。难道李七夜他真的是？不可能！他分明就是南域李家的傻子，一个彻头彻尾的废物！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。李七夜是传说中的尊上，如果真的如此，那我到底做过了什么？哥，既然真的是尊上，荒天帝大人，不要！我知错了。去死！不要！本座不想死！天道，求见天道，你快出来救本座！他是……这是什么力量？竟然连荒天帝投影都能只手毁灭！这个老人，上次在深渊秘境中见过，
他竟然就是天道！李七夜，你是很厉害，大大出乎了我的意料，但那又如何？你连天道都厌弃，你还能活多久？哈哈哈哈！天道大人，这个李七夜很有可能就是传说中的尊上转世，快杀了他，他还没死。本座当然知晓他的身份。那你答应过我的事情，说好助我飞升，超脱九界的。白痴，本座也想助你啊，可怎么都没想到你们竟然如此废物。这些年来，本座在寻找他轮回之体时，耗费那么多资源，养出你们无上皇朝这几位大帝，就是指望你们能够消耗他一些力量。万万没想到，你们竟然连荒大帝的一缕残魂都敌不过。这是……闭嘴！本座承认昔年你很厉害，但堕入轮回，你的实力早就十不存一。尊上，时代变了，本座这些年的实力可一直都在变强。今日，本座会亲自灭了你！天道大人要亲自对李七夜出手了，这可是天道啊，化为人形。别说100万年了，人皇界内1000万年都未曾出现这种事情吧？这孽障，就算真的是尊上转世，那又如何？好，好，好，有天道出手，李七夜这个废物，今天死定了！李七夜，区天道而已。狗东西，谁告诉你，本尊进入轮回后实力会十不存一的？还在装？这100万年来，你轮回多次，每一次都只是消失的无影无踪，不就是因为实力衰退，泯然众人，担心被本座找到，随手灭之？会不会是你太弱了？若非本尊愿意，你觉得以你的实力，能够在这一次轮回中轻易的找到本尊？你什么意思？很简单，既然你出来了，这一次本尊亲自灭了你。李七夜，你给本座记住了，本座乃是9界天道，9界万事万物皆在本座一念之间。你给本座去死！哥，小心！李七夜，你不是号称9界无敌，躲什么躲？不会是怕了吧？本尊是担心出手造成的动静太大，让9界震碎。狂妄！真当本座这100万年是在虚度光阴？就算你真的重回巅峰，那又如何？尊上，你活了这么久，早就该去死了！哥，好，杀死李七夜！9界中天道无敌，李七夜得罪了天道，没有任何活着的可能啊！天道这一击全中，全中！不可能！你以为你……天道将芸芸众生困于9界这个牢笼中，之前若不是担心灭了你，9界都会崩塌。你以为你还能活到今日？界主，救我！界主，这100万年，界外与你勾结，用这9界的芸芸众生困住本尊，这手段倒是有趣啊。只是今日一切都结束了。住手！区界外垃圾，什么时候也需要本座师尊亲自出手。
多少万年了？看来本座师尊的名讳，很多人忘记了。那是柳神大人，女帝，传说中的白衣女帝。荒天帝大人，他们居然全部都还活着，不可思议，太不可思议了！荒天帝、柳神、白衣女帝，你以为你们能赢得了本界主？谁说他们3个小家伙是用来对付你的？李七夜，你还在狂！聒噪！你们3个先帮本尊稳住9界大道。今日本尊抽取这界主神魂，用来补全大道。是，尊上。青雀，借龙纹剑一用。这不可能！怎么不可能？100万年，本尊等的就是现在。不好了！永恒星的强者追过来了，我扛不住。没有了9界束缚，这茫茫宇宙，谁又能限制本尊？永恒星在哪儿？指个方向。龙纹剑，去！